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想上班的小林。然后我这一次要去的地方是韩国釜山。这次呢，选择雄狮旅行社，团费是31900元。然后大家其实应该都有听过，去韩国旅游常常都有需要进入人参啊，或者是彩妆之类的购物站。这种购物站的文化其实蛮浪费时间的，而且还要被强迫购物，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。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说，如果是跟团旅游的话，请记得一定要选择无购物的行程哦。顺便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第2航厦的自动泡咖啡机，然后我点了一杯冰拿铁，是140元。这次呢，搭乘釜山航空，可是釜山航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它基本上是不供餐的。所以这边提醒搭乘釜山航空的旅客一定要吃饱饭再上飞机哦，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在飞机上饿超久。大概飞行2个半小时就抵达韩国釜山咯。后来发现釜山航空的空姐穿的竟然是裤子耶，超特别的。釜山机场还有这种行李箱垃圾桶耶。下飞机第一站就先来吃个晚餐咯。然后这间店一个人大概是14000韩元。这一餐呢，主要是吃洛东江的酱烤鸭肉，然后有烤洛东鸭、鸭肉炒饭，还有清炖鸭骨汤。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飞机上饿了太久，所以我觉得这一餐好好吃哦。最后基本上每一桌都吃到渣都不剩耶。吃完饭呢，就来到了富平罐头市场。富平罐头市场是韩国第一个常态型夜市，从早上9点半开到晚上11点半哦。市场有卖这种小西瓜汁，但是一颗就要7000韩元，我是觉得有一点点贵啦。还有这家炙烧韩牛握寿司，10个大概是10000韩元。炙烤过后的韩牛握寿司搭配洋葱丝和 wasabi， 真的超级好吃的啦。还有这家辣炒年糕，我觉得不错吃，而且他们家的年糕不知道为什么比外面的更大条耶。吃完东西就来喝个饮料咯。这家下三桶是韩国的连锁饮料店，一杯大概是4000韩元左右。我觉得这家饮料店其实还不错喝，但是韩国人好像就是喜欢这种整杯都是冰的饮料耶。接着呢，就回到饭店休息咯。然后我们这个行程有3晚都是住这一家饭店，旁边还有便利商店，所以蛮方便的。这间饭店很新，而且还有提供厨房，但有个缺点就是房间太窄，很难开行李。厕所很干净，而且还有免治马桶哦。而且饭店还贴心的帮我们准备洗衣机，还有蒸汽电子衣柜哦。饭店的地下1楼还有提供室内高尔夫球机，但是这个部分是要另外收费的。不过呢，还是可以打打桌球和撞球。第2天起床就来吃早餐咯。饭店的早餐很简约，但我觉得有一点点不符合台湾人的胃口啦。不过我觉得韩国的海带芽真的是蛮好吃的。而且这间饭店真的是超会利用空间的。这间餐厅呢，早上就是饭店的早餐，晚上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 BBQ 炸鸡店呢。接着呢，就来到了韩国的 Spacewalk 空中步道。Spacewalk 是2021年底韩国浦项的新景点，全长333公尺，阶梯数共有717阶。Spacewalk 是一个免费景点，但是在来到这个空中步道之前，有一大段山路要爬，大概要爬15分钟左右，所以如果有老人家的话，就不太建议来这个景点哦。而且这个空中步道只要人一多就会开始摇晃，所以像我基本上都是抓着这个栏杆走的。但是当你爬到制高点，然后看着360度的全景，其实真的是蛮漂亮的，所以还是推荐喜欢挑战刺激的人来。接着呢，就来浦项运河搭船咯。
搭船之前呢，可以先来浦项运河馆看一下他们发展的历史，而且这个部分是不用门票的哦。1960年代，韩国为了振兴国内经济，在政府的支援下新建了浦项钢铁工业 POSCO， 后来经过重建，才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浦项运河。而浦项运河也曾经被评选为韩国100大观光景点哦。但是因为我来的这一天刚好遇到涨潮，所以没有去到原本应该要去的那一个河道，而且还遇到阴天，所以拍照起来非常的难看。所以大家来这个地方前要记得看天气预报哦。搭完船就要来吃午餐咯，午餐是吃韩国美食马铃薯排骨汤。但是我觉得这一家不太好吃，而且店家忘记放马铃薯了，所以我完全感受不到马铃薯排骨汤的魅力。排骨部分其实卤得还蛮软嫩，而且很入味，但是没有什么肉，所以会觉得有点吃不饱。吃完饭呢，就来到了九龙浦近代历史文化街区。浦项近代文化历史街区约有100年历史，是朝鲜时期日本人移民至韩国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因此目前还保留着许多日式风格的建筑哦。但是因为这个街区不太大，所以大概10几分钟就可以逛完咯。九龙浦近代历史文化街区也是韩剧《山茶花》开始的拍摄场地哦。沿着阶梯往上就是九龙浦中魂阁，还有九龙浦公园咯。下一站就来到了虎尾甲共生之手。虎尾甲位于韩半岛的最东端，这里是韩国能够最早观看到日出的地方，因此这里也多次被国家指定为新年迎日庆典的举行场所哦。除了迎日庆典之外，这里还有为了庆祝千禧年所打造的共生之手。从陆地伸出的左手，还有从大海伸出的右手，两手共同托起了对新年以及未来的祝福。然后后来发现上面的鸟竟然是真的，不是雕像耶。因为听说韩国人就是喜欢买这个冰块杯，然后再自己加浓缩饮料进去，所以我就打算来体验看看咯。不过喝起来就是跟台湾便利商店那一种差不多啦。喝完下午茶就来吃这家长角红蟹吃到饱咯。我个人觉得这个韩国冷面真的超级好吃的耶。重点是这家餐厅的视野不错，往外一望就可以看见广安大桥咯。不过我个人觉得韩国的螃蟹真的是偏小只耶，可能是因为我刚去过日本吧。晚上呢就去逛有釜山明洞之称的西面闹区，然后这个部分是不在跟团行程里的，是我们自己叫计程车过去的哦。然后呢就来逛有韩国屈臣氏之称的 Olivian 咯。因为大部分的面膜和饼干都比台湾便宜，所以买了一大袋耶。然后这些大概是6万韩元左右。我觉得西面闹区给我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台湾的西门町。然后后来有去逛韩国的大创，我觉得东西也蛮有特色的，而且很便宜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逛一下哦。然后因为逛街逛得太饿了，所以我们回饭店附近吃宵夜。而且这间宵夜店竟然跟麦当劳一样，24小时都不打烊哦。每一份的价钱大概是6000韩币，重点是每一份分量都很大，而且超级好吃，所以我超级推荐这一家的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体验夜生活又喜欢吃宵夜的人，这家店绝对非常适合你，因为除了我们以外，这家店全部都是韩国人。第3天就来到了青沙浦 Skywalk 天空步道。Skywalk 长约72.5公尺，距海平面高约20公尺。景观台的设计灵感源于守护青沙浦村的青龙，在景观台尾端则设有呈半月形的玻璃地板，让游客可以感受走在海上的刺激感哦。然后在进入步道前，这边有规定必须要将鞋子套入鞋套哦。接着呢，就要来海云台搭胶囊列车咯。海云台胶囊列车全长约4.8公里，于2020年10月启用。启用之后就马上成为了釜山最热门的景点哦。胶囊列车是4人一台，然后搭一趟大概是30分钟左右。
其实我以前就有来过釜山，但是因为听说釜山有这个胶囊列车，所以才再来一次。没想到今天竟然是个大阴天，我真的是太失望了。不过我觉得风景还不错，所以还是值得来搭一次哦。接着呢，就来到了海东龙宫寺。海东龙宫寺位于釜山东海岸，是韩国唯一一座位于海边的寺庙，规模不大，却与海景和谐相融，周边景致美不胜收啊！走到一半，发现这边竟然还有个甘露药水，走下去看看吧。什锦药水，清凉什锦水，神秘妙良药，我今一瓢饮，能除万病苦。庙旁边有一间咖啡厅，所以如果你走累了，可以来这边休息一下哦。接着呢，来到了三清池许愿，听说要把钱币投在那个玻璃，才会美梦成真哦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要剪影片呢，如果没丢进，不是就很丢脸吗？天哪，结果真的没有丢进哎。然后这边只要付1万块韩币，就可以在瓦片上面写字祈福咯，写什么都行，主打一个心诚则灵。海东龙宫寺这边也有很多小吃摊，就是你走太累的话就可以吃一下。糖饼和鱼板的部分大概都是2000韩元左右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你只要有买东西的话，你就可以在它的摊贩，然后一直免费喝汤哦。中餐呢，就来吃人参鸡咯。这个人参酒味道很重，我都不敢喝。然后这个老板娘超级喜欢韩国一位明星，所以整间店都是她的周边商品。人参鸡是朝鲜半岛的传统名菜之一，以整只童子鸡腹中塞入糯米，佐以红枣、姜、蒜和人参长时间炖煮而成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加人参酒，所以整锅吃起来都没有味道。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自己加泡菜进去调味，果然就变好吃了呢。接着呢，就来逛东釜山乐天 Premium Outlet。釜山Outlet是结合购物商场、乐天超市，还有乐天电影院的综合购物中心。整体建筑以希腊圣托里尼岛为概念所建成，共有可满足各年龄层需求的550多间商店，为顾客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边 Outlet 的价钱其实跟台湾没有差很多，所以就没有特别去买。但是这个乐天 Outlet 真的是蛮大的，我大概逛了2个小时还是没有逛完，所以最后就跑去逛乐天超市了。乐天超市大部分的韩国商品都比在台湾买便宜，所以我们后来就买了一大车。然后我个人觉得那个牛奶饼还不错吃。然后坚果的部分我是觉得芥末的比较好吃一点。逛街逛到累了，就来喝个下午茶休息一下咯。这间咖啡厅呢，位于釜山海边的山丘上，清澈的海浪用力拍打着岸边的礁石，激起了朵朵白色的浪花。坐在咖啡店内俯瞰海岸全景，绝美的海岸景观与岸上布满的松树林形成了独特的风光，相当疗愈人心。咖啡厅内的风格简约又现代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呢。只是我来的时候刚好起雾，所以窗外基本上是朦胧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然后我们的这个行程里面是有附一杯柚子茶的，所以这个蛋糕是我自己另外点的，一个蛋糕大概是8000韩元左右，我觉得口感吃起来还可以。晚餐呢就吃渔村限定的烤鱼定食咯。导游跟我们说这家店是排队名店，但是因为鱼刺太多，所以我最后都没有吃完。晚上呢就自己搭计程车来逛草粮市场。我看 Google 地图上面写草粮市场是从早上7点营业到晚上10点，可是我这个时间是晚上8点，没想到草粮市场竟然基本上都全部关门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到附近的釜山车站走走看看。不过好在釜山车站的灯光秀真的是蛮漂亮的，有一种信义区的感觉。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，
就是釜山明明就是韩国第2大城市，可是路上竟然都没有什么人呢。因为釜山车站没有什么店家可以逛，所以我们又到附近的上海街还有德克萨斯街走走。结果竟然发现说这2条街竟然是韩国的红灯区，所以如果有带小朋友的话就比较不适合这个景点。然后因为晚餐吃烤鱼没有吃饱，所以就来吃个起司辣炒鸡当宵夜。我这一锅起司辣炒鸡加炒饭3人份，大概是4万韩元左右，而且这个起司可以拉超级长的耶。第4天早上就来到了虎川村。然后这边会爆红，就是因为曾经拍摄过韩剧《三流之路》。但是我来这边的时候风雨超级大，手机还一直收到警报诶，虽然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。下一站呢，就来到了釜山希望阶梯。釜山希望阶梯总共有192阶楼梯，不过我个人是偷懒没有爬完啦。中午呢，就来吃韩国有名的猪肉汤饭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一餐的味道有一点点不够咸啦。不过整体来说还是好吃的，而且韩国人吃这个猪肉汤饭的时候还会配这个虾米，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。下午呢，就是西面闹区的自由活动时间。然后自由活动我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走，走到哪算到哪，就当是一种探险。然后这边是西面闹区的地下街，然后呢，走着走着就来到了韩国最大的传统市场福田市场。结果福田市场大到我根本就逛不完。然后逛着逛着就发现一家紫菜饭卷，因为我在韩剧里常常看见这个紫菜饭卷，所以就点了1卷来吃。1卷大概是3000韩币，然后我点的这个是猪肉口味的。我觉得这个紫菜饭卷吃起来还可以，重点是它料好实在，一看就是那种吃得饱的类型。逛完了福田市场，我就走回地下街了，结果就发现了这个乐天商场，前面竟然还有这种大型喷水池诶。这边呢就是乐天商场内部，但是因为集合时间快到了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逛到。下一站呢，就来到了东博岛 Nurimaru Epic House 世丰楼。Nurimaru Epic House 盖在海云台中区的东博岛上，是第13届 Epic 高峰会的会场哦。因为韩文的 Nuri 是世界， Maru 是顶峰，所以后来就取名叫做 Nurimaru Epic House。然后这个整体意思就是聚世界各国高层于一堂的 Epic 会议之家。然后从这个 Nurimaru Epic House 往外看，就是海云台的风景耶，真的是蛮漂亮的。下一站呢，就来到了釜山 Sea Life 水族馆。位于海云台的 Sea Life 水族馆共有3层楼，总面积约4000余平，是釜山目前最大的水族馆哦。水族馆内共有8个展区，有着超过250种，共1万多只的海洋生物。其中呢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长达80公尺，可以从270度以及90度观看全长3公尺以上的大型鲨鱼海底隧道。我觉得那种脚下就是鲨鱼的感觉真的超级奇特的。然后这边只要洗手就可以摸海星咯，我觉得摸起来有点像菜瓜布啦。然后呢，只要付1万块韩币就可以坐在那艘船上看鲨鱼咯，但是因为我时间不够，所以就没有去做。接下来呢，就来到了夜光区。水母在不同灯光的切换下显现不一样的状态，真的是为整个水族馆增添了一抹神秘的氛围呢。接着呢，就来到了花园鳗区。花园鳗又称为哈士益康吉鳗，听说它们的体长可以达到40公分哦。因为刚好碰上了这个美人鱼秀，所以我们就坐下来看了一下。
下一站呢就前往海云台广场还有海云台小吃街哦。然后呢，我推荐海云台小吃街的这家糖饼，我吃的是蜜子糖饼，一个糖饼是2500韩币，外皮蓬松，吃起来甜而不腻，所以推荐大家来了一定要试试看哦。还有这家韩式辣炒年糕也不错吃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罐头市场的那一家，因为罐头市场的那一家吃起来口感比较软烂一点。海云台小吃街走出来就是海云台广场，这边会有街头艺人不定时出没哦。然后这边提醒大家，如果我来韩国一定要先评估天气状况，因为我来的时间点刚刚好碰到韩国的梅雨季，所以基本上我所有的旅程都是阴天，拍照起来真的是不太好看啦。所以大家如果来韩国一定要避开每年梅雨季6月20到7月20这个时间点哦。晚餐呢就来吃韩式烤肉吃到饱咯。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韩式烤肉基本上是没有韩牛的，因为导游说在韩国韩牛是一个蛮贵的东西，所以如果你要吃韩牛的话，要去特别的餐厅吃，吃到饱基本上是不会摆韩牛的哦。但是我觉得这种猪肉也很好吃，因为它这个猪肉是有腌过的，所以有一个很独特的味道诶。晚上呢就入住5星温德姆酒店海景房咯。温德姆酒店的大厅果然是辉煌又气派呢。接着呢，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房间。房间内部简约而且很新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大。房间内部有提供胶囊咖啡机还有热水壶，但是胶囊咖啡是要另外付费的。冰箱内的饮料也全部都是另外付费的哦。然后呢，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浴室的部分。浴室明亮且宽敞，唯一的缺点应该是窗帘装在外面，我觉得应该是要装在里面比较对吧？不然如果他们是旅伴关系，这样窗帘可以直接被外面的人拉开耶，我觉得不太安全。然后浴室的沐浴用品他们是使用 Byredo 是一个专柜的香水品牌。然后温德姆酒店的备品是书的形状，只是导游说这个备品是要付费的。然后这个就是酒店海景房的夜景。然后饭店有提供游泳池、健身房还有3温暖，但是我去的时间太晚了，所以游泳池已经关了。但是温德姆酒店附近没有什么商店，所以只能来这一家自动结账的便利商店买冰淇淋吃。隔天一早就来吃温德姆酒店的早餐咯。但是不得不说，温德姆酒店的早餐真的是超级丰富的，像我还在这边点了一碗河粉吃耶，所以只要在这个地方，不管是你想吃中式、西式、粤式还是韩式，你想得到的都有。像我来韩国啊，基本上一天是吃午餐，我要吃早餐、中餐、下午茶、晚餐还有宵夜，所以我5天内就胖了2公斤。烧麦的种类也很多，我基本上把所有都吃了一遍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这边竟然还有一整排的玉米片啊、沙拉酱啊、水果。这边还有不同种类的火腿和起司，我觉得唯一的缺点是它的甜点不太多。我觉得这一餐是我来韩国吃到最丰盛、最好吃的一餐了。整个餐厅看起来超宽敞、超漂亮的，重点是你可以边吃早餐边看着外面的海景，好好享受这个惬意的早餐时光。吃完早餐就来到釜山机场，准备搭下午2点15的飞机回台湾。但是我觉得釜山机场不大，所以能逛的店家不多。然后我觉得韩国的御饭团超级酷的，因为竟然出到3XL。然后呢，就结束这趟韩国之旅咯。
然后这个是我在飞机上拍的韩国，这个是我在飞机上拍的台湾。我真的觉得台湾看起来比较绿意盎然，比较漂亮哎。它宁愿倒掉，不想多给你们。为什么倒掉？它宁愿倒掉的。啊，为什么没有人要理我？旁边给的啊，他写只要拿这根汽油就会理我，啊，没有人要理我。